敷面膜、吃零食，办案警员争相合照。这个泰国女网红在犯下杀人分尸案件之后，在警局里享受到了别人完全无法享受的优待。看完这一切之后，不禁让人感慨，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？长得漂亮就可以享受特权？长得漂亮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？被害人家属看到残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还能被人拥簇，该何其心碎。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起泰国女网红腰斩闺蜜分尸案。比亚努和维利萨拉原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两人曾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他们因工作相识，比亚努比维利萨拉大1岁，是个性格比较高调的人，喜欢在社交媒体上炫耀。维利萨拉则跟他不同，性格比较沉稳。两人工作地点是一家 KTV， 平常除了陪客户喝酒之外，偶尔也会和客户外出陪睡。维利萨拉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和自己的丈夫结了婚。她的丈夫是个建筑承包商，经常需要在外地出差。耐不住寂寞的维利萨拉在 KTV 给自己找了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，两人关系非常密切。丈夫对她的事迹也有所耳闻，但始终没有对她提出限制或者离婚。比亚努和维利萨拉由于性格上的原因，导致了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导致两人大吵大闹。比亚努曾经借给维利萨拉一笔钱，当时两人关系还很好，直到关系恶化后，维利萨拉也一直没有将钱还上。此时的她已经做了不还钱的打算。比亚努在工作时结识了自己的男朋友，是个专门倒卖违禁品的混混。2016年时，比亚努因为违禁品问题和男朋友一起被警方逮捕过一次，不过这次警方并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对他们提起诉讼，二人很快便被释放出来。比亚努怀疑自己的这次被捕可能是维利萨拉举报的，二人的关系从此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局面。2017年5月24日，比亚努跟维利萨拉要钱，遭到拒绝后的他怒火中烧，他决定要给维利萨拉一点教训，让他明白自己不是好惹的。比亚努找来了自己的4个朋友协助自己作案，她男朋友点了维利萨拉的台，将维利萨拉从 KTV 约了出来。毫不知情的维利萨拉刚出门就被几个人胁迫进了一辆车，然后车辆迅速开走了。上车后的维利萨拉看到比亚努，他知道这次事件就是摆明了冲着自己来的。比亚努在车上对维利萨拉进行了殴打，维利萨拉奋力反抗，但是无奈对方人多势众，他自己很快就处于了下风。比亚努狠狠地勒住了维利萨拉的脖子，其他人并没有加以阻止，比亚努就这样勒死了维利萨拉。看到出了命案的其他人倒也没有慌慌张张，他们很淡定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接下来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对策，他们决定把尸体肢解然后掩埋。几人开车在街上转悠到半夜，买齐了肢解要用到的工具、塑料袋和塑料桶等，在郊外订了一间民宿，在民宿里面对维利萨拉的尸体进行了分解。比亚努在肢解尸体时异常的冷静，他对残害自己昔日好友的这种行为完全没有负罪感。将残肢打包处理干净之后，几人将尸体掩埋进一片树林当中，之后又处理好现场的痕迹，销毁了作案工具。虽然这几个人当时并没有慌张，但毕竟是人命官司，他们知道维利萨拉的失踪很快就会引起警方的注意，于是他们决定迅速逃离。其中有3人逃到了缅甸，1人逃到了老挝，另1人在泰国当地藏匿了起来。时间来到2017年5月25日，一名泰国当地的工人在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维利萨拉的尸体，他迅速报了警。泰国气候炎热，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腐败，证件什么的也都被比亚努他们收拾干净了。警方暂时无法确定维利萨拉的身份，不过尸体在经过法医检测后发现了纹身，警方根据这线索确定了维利萨拉的身份。他们对维利萨拉的联系人展开了调查。一般来说，这些案件警方首先怀疑的就是丈夫或者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因为这类刑事案件丈夫或者妻子都是第一嫌疑人。他们找到了她丈夫进行审讯，不过她丈夫在维利萨拉被害的时候正在外地出差，她的同事都能给她提供不在场证明，因此被排除嫌疑。警方将调查的目标转向了维利萨拉在 KTV 那个关系极度亲密的女性朋友。不过这个女性朋友在联系不上维利萨拉之后，就曾寻找过维利萨拉，而且打电话报过警，也有不在场证明，她的嫌疑也被排除。案件的调查一时陷入到僵局。不过很快警方就有了线索，他们在调查维利萨拉的银行账户时，发现了维利萨拉在遇害之后，她的银行账户被使用过。
最终，警方在一台 ATM 机上找到了用维利萨瓦的银行卡取钱的人，最终将案件的嫌疑人锁定为比亚努。警方随即展开了对比亚努的逮捕，但此时比亚努已经离开了泰国，去到了缅甸。泰国警方只能请求缅甸警方的协助，共同抓捕。本来泰国警方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战的准备，没想到合作请求刚发出去几天之后，缅甸警方就将比亚努抓获。原来逃到缅甸的比亚努根本就没想过要低调，他在当地像个没事的人一样继续逛街吃喝，好像度假一般。比亚努很快就被引渡回泰国，另外几名比亚努的朋友也相继被逮捕归案。这个案件在泰国当地引发了强烈关注，民众在听到比亚努几人都落网后，都显得非常兴奋。不过这种兴奋很快转成了愤怒，然后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。比亚努凭借漂亮的外表在警局内受到了各种优待，而在社交媒体上，比亚努也凭借美丽的外表收获了一众粉丝。他的粉丝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，叫做甜心杀手。当然，清醒理智的人还是占据了大多数，他们谴责警方对比亚努的优待，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乎办案规则，也伤害了受害者的家庭。警方这边也受到了极大的舆论压力，最终只能出面澄清说比亚努并没有优待，他还没有被定义为凶手之前是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的。不过民众对这个说法并不买账，最终警方不得不召开记者会，承认了在办案当中的不当之处，并承诺改进。不过荒唐的事情并没有因为此次发布会结束，在庭审现场，比亚努不知道从哪弄到了手机，开始跟自己的友人展开了聊天，并且在庭审现场拍了一张自己穿着囚服比心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流出之后，泰国民众的愤怒再次被点燃，网络上声讨的声音愈演愈烈。最终在2018年时，比亚努被判刑入狱3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，其他几个人也分别受到10几到20几年的刑罚。外加上对萨利维拉家属进行精神赔偿，合计总共1000多万泰铢。这起案件也随着最终宣判落下了帷幕。看完这起案件，我不禁在想，没有颜值、没有金钱的普通人寻求正义的路径为何会在近些年越来越狭窄，而那些有钱、有权有颜的人却能收到比普通人更好的优待，甚至可能连违法之后都有办法脱身？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局面？社会的不公难道就应该听之任之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请多多点赞加关注支持，下期见。